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真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这个亲友书啊，亲友书当中呢，就今天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让升起这个道的这种本体啊，就是道的本体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略说、广说，教解实行必等之意，分三个方面讲。首先讲的是这个略说啊，就是略说。那么这里这个略说的时候呢，讲六波罗蜜多。十劫安忍精进禅，如是无量智慧度，圆满去向有海岸，成就如来正等觉。在这个原颂当中呢，就归纳就是六波罗蜜多的含义，然后呢，要求啊，就是我们凡是学道的人，就心持这个六度万行。我们应该，在很多的道里面呢，就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在这个六波罗蜜多呢，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大乘的这种道啊，就是全部包括的，除了六度以外呢，就是再没有什么可心持的。因此呢，就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很多大德啊。就是把这个六波罗蜜多的内容呢，就是集结成这个论记的啊，就这样的论点呢，就是比较就是多的。然后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是就是摩诃仁波切的这个百年华论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光传，其实是整个这个论点的全部是就是讲这个六波罗蜜多的次第啊，就是讲佛陀这个因地的时候如何这个行持六波罗蜜多的公案。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学习，或者说真正要信持六波罗蜜多呢，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就像《释谛经》和《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真正的这个六度的话，那就是从这个布施度开始第一地菩萨，然后一直呢就是到这个六地菩萨之间呢，就是圆满就是六波罗蜜多。那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呢，就完全让这个领悟到这个境界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效仿，也应该呢就是这个随心修学。那么首先呢，就是讲的这个布施度啊，就是布施度，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也听过很多次，但是有时候佛法呢，并不是听了就可以了，应该就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就是了解，然后自己就是心思的如何啊，就是在这方面需要就是值得三家观察。那么首先讲的这个布施的话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的这个布施的话，那就是自己拥有的一切就是给这个众生。那么这样的六波罗蜜多呢，全部都应该有以菩提心来摄持。如果没有以菩提心来摄持，最后呢，就回向给一切众生的话呢，那就是只是成了这个跟其他的世间道，或者说是与这个随解脱分的一种这个就小乘的善根呢，就是所以这个功德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以菩提心来摄持，然后呢就是摄持。摄持的这个内容呢，当然就是有财施，还有这个法施和无为布施。然后财施当中也是极大布施和就是广大的这个布施，还有呢就是一般的布施，就是这样。那这样呢，自己的这种身体也好，属用也好，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财产你的这种家人就是全部都布施给这个众生，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表面上看到很多人说布施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你的这个财富你有这个我所持你的房子布施给众生，你的这个衣服布施给众生，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不行的。还有你的这个家人就是现在世间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家人特别的这个执着你的父母你的家属就布施给众生，不要说布施给别人看了一眼都特别不高兴。所以那个作为这个布施的话，那就是确实是不是很这个容易的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为什么说舍弃这些呢？这是我们凡夫人非常难以做到的。意思就是说要割断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所的执着就这是这个不输波罗蜜多。然后这个持戒波罗蜜多呢，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智者恶行
啊，就是心持善法的一种这个心呢，就叫做是这个持戒。那持戒呢，就是它可以这个分为就是这个知恶心就是戒啊，还有这个摄三法戒。饶益有情戒啊，就是可以，就是所有的这个戒呢，就是包括在这些当中。但是其中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也就是说呢，就是心持就是一切善法，制止一切恶行。尤其是按照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就是真正的这个持戒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通过自己这个熟持这个清净的戒律来这个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而不扰乱就是任何一个众生，就是这就是这个持戒波罗蜜多。然后就安忍这个波罗蜜多。安忍的话呢，我们就是以前也是讲过，就是心呢，就是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缘呢，就是不会呢，就是容易这个就是怎么说脆弱啊，就是不会这个容易呢，就是这种这个萎缩，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它呢，就是可以分那个这个安舒啊，就是安舒这个苦忍啊，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怨害啊，就是怨害忍，还有地察法忍。有3种这个安忍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的应该就是感受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比如说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无论是这个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坚强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是有些道友呢，在这个学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自己的身体不好也好，或者说听法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天气不好就种种的违缘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一点都是不会脆弱的，就是这就是说真正的这种这个修行的这种苦行法忍。还有一种这个法忍的话呢，就是怨恨的敌人，就是始终都是对你有一种这个不满的情绪的话呢，你在完全的可以忍耐包括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平时在发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平时有些行为别人呢。就是做很多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完全能接受，这就是一种这个安忍。当然，这个法忍的话，那就我们遇到一些深深的这个空性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广大这种行为的时候呢，你不去懈怠，这就是这个地察法忍。所以这几种这个安忍的话呢，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殊胜的善根和这种这个这怎么说就是这种这个缘分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很容易这个退失就是退失，这就是安忍波罗蜜多。那么这3者的话呢，就是按照有些这个经典和论点的说法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福德资粮就是不是刺激安忍，就是这3者呢，就是这个福德这个有缘的福德资粮当中。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精进波罗蜜多。那么精进波罗蜜多呢，也就是说对这个善法就是升起极其的欢喜心，这就是精进的本体。它可以分为呢就是这个加行精进和还有就盔甲精进和加行精进，还有呢就是不退转的这个精进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做这个有缘福德也好，还是这个无缘的这种这个智慧资粮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精进。如果没有精进的话呢就是一切功德都是不能就是上进的。就月称论师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功德这个衰竭精进性就是功德呢就是节衰精进性，然后这个复坏中资粮因就是一切这个资粮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依靠精进。平时我们实践的一件事情也是没有精进的人确实是做不到的，浑浑噩噩的，天天处于一种懒惰昏沉的状态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要说大事，就是连自己的这个吃住这个。有些这个问题的话，那很难解决。我们看见实际上是有些那看呢，就一天的事，就是确实是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就可怜就只是这个就是大小时光而已。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什么事情有意义的，什么事都不做了就每天都跟着这个自己的分别恶念转着，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这就是这个精进的这种唯品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学法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不要就是难惰，还是每个人的是自己就是早上起得早一点，晚上睡得晚一点。平时呢也不要特别的这种散乱就一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对众生有益，对自己的来世解脱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个就是发起精进就发起精进。
然后呢，就是讲那个就是第五个就是这个禅定波罗蜜多。禅定波罗蜜多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心呢，就是一直专注于这个善法，就是这就是禅定的本体。它呢，就是可以分为这个实践和处实践的这种境遇就实践的话呢，我们这个是就是什么这个四参就是四无色定的，就这些禅定的因呢，就是全部是实践的这禅定。然后处实践的话呢，声闻缘觉菩萨佛陀的这些这个境遇呢，就是全部都是包括在这个处实践的境遇当中。那么这样的这种境遇呢，就是其实是我们就是能增长一切善根的根本因。如果心不静下来的话呢，那就是一切这个善法呢，就是不能就是成就的。因此平时呢，我们就是有时间呢，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自己的心静下来。无始以来的是随着这样的妄念分别而这个漂泊在六道轮回当中，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苦。现在如果我们没有终止的话，那就是以后什么时候能这个了这样的这个生死大海？就是所以说呢，应该就是安住这个下来，就是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六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就智慧波罗蜜多呢，能辨别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呢，就是智慧的本体。它呢就是可以分为这个就是闻所这个生慧就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就是包括这个闻思修，或者呢这个声音和这个世俗的这种两大智慧当中就智慧呢可以这样来就是安立。那么这六种这个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所有的这个万法修行当中呢，就是只要这个心持这六度的话，那就是已经这个足够了。如果没有心持，其中缺一个的话，那就是那对这个成就就是有一点的这个障碍。所以说我们六种这个波罗蜜多呢，就是应该这个圆满，就是圆满之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离开了这整个三有的这种大海。这六度呢，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航船一样的，依靠航船呢，就是可以越过就是这个遥无边际的这种大海，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彼岸。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也尽心尽量就是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现在的才开始就是做这个不是世界安忍这个清净禅定智慧就一直这样这个心持。这样的话呢，就是终有一天，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都会这个达到这个彼岸，让这个获得了就如来的这个如海的这个圆满的这种这个妙相和功德就是妙相和功德。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这几个波罗蜜多就是他感得的这种这个果报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三界经当中呢，就是也有分开的这种说明比如说这个不是的话呢，就是感得了这个富裕就是不是波罗蜜多是感得富裕。然后持戒波罗蜜多呢，就是感得妙色；这个安忍波罗蜜多呢，就是感得这个就是强力就是有这个强大的这种这个力量。然后精进波罗蜜多呢，就是感得这个常熟；禅定波罗蜜多呢，就是感得这个安乐；智慧波罗蜜多呢，就是获得这种这个辨别法性的妙慧就是辨别法性的妙慧。所以呢，一切这个三世诸佛呢，就是依靠就是这波罗蜜多而获得的，尤其是这个智慧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呢，就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平时念诵的这个心经当中，也是说这个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得这个阿弥什么这个阿弥多什么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我还没有念的时候，一个人就是这仗的那个课是特别大，就所以我的这个发音都忘了。阿耨多罗。我们那个依靠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能获得圆满的这种这个真正觉的果位就是这是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就是还有这个华严经当中呢，就是记得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比喻就是不同的这个比喻比如说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呢，就是这个如同这个母亲就是智慧波罗蜜多是这个如同母亲。然后三角方便呢，就是如这个父亲就是如这个父亲。然后不是波罗蜜多呢，就是如母就是为这个如母来就是比喻的。还有那个次界波罗蜜多呢，就是这个养母就是养母来这个比喻的。然后安忍波罗蜜多呢就是庄严具
就庄严具，还有这个精进波罗蜜多是这个养育者，禅定波罗蜜多呢就是是这个什么这个环轴啊，就是就是以这个来比喻，所以我们平时就是应该这个环轴吧，就是用这个来比喻，还有后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是这个用这个架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架来这个比喻，其实这些比喻的话呢，应该大家都要了解，就是六度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菩提道当中，就是完全是这个获得这个成长成熟，最后呢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圆满，就是这些的所有的这个环节呢，就是依靠六度来这个让这个成就的。因此说呢，我们平时行持这个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六度的这个重要性。然后我们呢平时也是，无论是你自己也好，布施也好，一定要有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摄持。哪怕是你今天呢，就是这个1块钱呢，就是布施给这个一个可怜的这个乞丐，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前面有一个这个发心来摄持，然后呢就是中间呢就是对他有个好心好意的这个心态，不要有什么侮辱他或者是蔑视他的这个心态。最后呢就是用这个大乘的这个发心来这个回向来这个摄持，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将来就是成为我们的这种二圣的这种果啊，就是二摄生的摄生和法身的这个果。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呢，就是可以这个分为就是二圣的这个因因此在龙王菩萨的那个这个宝鬘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诸福智摄身由父子这个所成啊，就是由这个诸福智摄身呢，就是以父子所成的，然后发生若舍女由回什么这个由回子所生，就是前面是父子俩啊，福德资粮来形成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是由这个智慧资粮而这个形成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将来都会圆满这个色身和这个法身，但是这个色身和法身的因呢，就是现在都要这个准备啊，就像是一个大学生呢，就是他也是经过一定的这个读书之后呢，就是才能就是会这个进入这个大学的校门。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在印尼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就是放下啊，这个六度波罗蜜多呢，只不过是佛教的一种说法，在我的这个心思当中，对我是无关的。这种这个想法和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不符合道理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们呢，怎么样就是行持这个六度完心，我们也应该就是尽心尽力的这样去做。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里呢，就是逐渐的，就是越来越就是提升，而我们相续当中的这种烦恼啊、障碍，就是慢慢的会这个消除，就是最后的话呢，会这个显现，就是真正的这个如来身相啊，就是会利就是天下无边的众生。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光速啊，就是光速呢，就是以布施、持戒、安忍、精进，还有这个禅定智慧啊，六波罗蜜多的这种道理来就进行说明。首先就是讲的是这个布施波罗蜜多，它这里布施波罗蜜多呢，就是也是这个象征性的，就是讲了一些布施。然后呢，就是具体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其他的论点当中也可以了知。那么在这里呢，从此当中是这样说的：何则孝敬父母亲，彼祖具犯20礼，供养必当今密养，他施也转善趣中。首先就是在这里这个布施的主要的对境呢，对自己有这个养育之恩的啊，就是这个恩重如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啊，就是我们呢就是作为这个世间的大乘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对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呢，应该就是做这个父母相。如果要做父母相的话，首先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就是一点都不孝顺，一点都是不恭敬的话呢，那就是可能其他的这个众生当着父母的话呢，也许是你对现在的这个父母的这种看待一样，就是不一定是非常的这种报恩的，就是因此呢，就首先就是在有关的这个大乘和小乘的经典当中，这个对父母的这种孝敬呢，在佛教里面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任何一个人呢，
就是如果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双亲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恭敬啊，就是孝顺啊，那这样的话呢，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在他的这个名誉部分当中的话呢，有这个诸多的这种这个梵天呐、帝释天呐，以及这个四大天王为主的护持拜法的所有的这个拜法天尊呢，就是会这个加倍加持护佑你。就这样之后的话呢，在这种人的这个家庭和或者是他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护法天尊呢，是不断的就是会这个保护，就是会拥有他们的这种这个加持和这种智慧和悲悯啊，就是智慧和悲悯。同时呢，就是未来过去所有的这种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的这些善知识们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这种喜欢这种人。就是这样之后呢，就是他们也对他进行加持之后呢，就是在他的家族当中呢，也拥有这个善知识的这种这个就是光明，就是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揭示的方式上面呢，希望你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请有说一方面看呢好懂，就是但另一方面呢，有一些词句的话呢，可能就不要这个解释错了就是希望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人也好，然后以后那个依靠光盘来学习的人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宋词，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讲义里面是怎么讲的，然后呢，接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应该共同学习，不要凭自己的这个妄想分别念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的宋词呢，你就不要把解释成就是如果孝顺这个父母就是供养这个上师阿舍尼供养这个梵天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感到妙色，来世就是转生到山区当中，就完全把这个经义就错了，就这样不合理的。所以平时对这个经论的这些要求就是大家都是在稍微有一种这个题词的方法上面呢，整个这个生者的这种本来的这个意图呢，有着这个大的转变，所以一定要注意。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如果对这个父母这样恭敬的话，那就是那么他的这种家族当中呢，也有这个善知识和这个护法神，或者是拜法这个天尊。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就是对这个父母这样这个孝敬之后的话呢，那今生当中呢，就是人们都会就是对他不断的就是赞叹就这个人呢就是很好，就是很孝顺，就是感恩戴德，应该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是很难得的，就是在今生当中呢，他的这个名声也好，他的财富也好，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功德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美名鸳鸯，就是大家都是会这个教口成长的如果这个人呢，就是不孝顺父母就是经常呢就是跟这个父母吵架，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世间的这个包括一些拜法天尊和以及我们世人的话呢，都会这个不断的就是说他的过失就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也好，就是中国的一些古代的这个文化传统也好，就是孝敬父母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最重要的一件这个事情呢就是最重要。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人的人格和就是很多的这个行为，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平时无论是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就是自己这个父母如果健在的话呢就平时的应该呢就是对他就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如果实在照顾不上的话呢，也经常也有不同的这个态度来就是安慰他，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这是从这个佛经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也的确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父母的这种抚养和恩德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就现在的这种知识现在能驱使世间的种种道理的这种这个智慧就这些都是根本不会有的就是这个阿冲堪布在大圆满前行那个笔记当中的话呢，就是就专门讲了很多这个父母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恩德就是讲了很多，比如说实践这个智慧的恩德，出实践智慧的恩德，以及呢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的是很多的这种知识包括一些做人的这个知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父母的这种恩德，就从小都是就是来到人间的话呢，那你让这个在牛群当中成长的话呢，现在可能吃饭的是连那个拉筷子的是不会拉了，就是。
所以呢，就应该很多方面就是有这种报恩的这种心啊，就报恩的这个心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说，这样的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呢，就是一切这个获得的这个快乐，而这个他世当中的话呢，就是能转生到这个人天的这个善趣当中就是享受呢，就是这个快乐的这个果报，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会就可以说是已经这个变得比较这个可怕的以前呢，就是古人的话就是对这个父母的尊重是这个对弟子来讲呢，对这个孩子来讲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现在这个社会的话呢，好像从小都是这个孩子呢，只学一点知识，从来呢就是没有对这个父母有一种这个恭敬心，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和教育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中国本来古代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孝顺，孝之字的话呢，就是上面是这个老，就是老人的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子孙，就是那么就是这个子女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父母呢，就是做这个顶戴恭敬，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可是现在呢，有人如果这个孝顺父母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孝，这个人很好就是他会这个孝顺父母。其实很多的这个父母呢带来的这种这个痛苦就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是不相同的。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代的话呢，每一家人都是可能有这个3、4个、5、6个、10几个孩子的也是比较正常的。但现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很多这个孩子就是父母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种种的这种因缘吧，就是生的这个孩子呢就比较少。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不顺的话呢，那父母一辈子就是他处于一种非常恐慌和一些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但也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有些就有些人说是我已经出家了，没有报答父母的恩德，就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华智仁波切也是在谦信当中讲，真正对父母的最大的恩德呢，就是你自己这个心持善法，让父母呢就是心持善法。我看见过以前莲池大师也是在有关这个教言当中也说了，真正的这个大孝之中的大孝呢，就是这个让父母呢就是这个念佛就是最后往生的话呢，那这是这个最大的这种孝顺。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可能就是包括父母也是觉得是自己家里面就是如果就出现一个出家人的话，那就是觉得是一切都这个完了，就是然后就让这个出家人呢，就是永远都是不要回来，不然的话呢，就是附近的人都觉得是就是我们的中心当中怎么会是出现这样的光头，很多人都比较这个觉得是这个在世间人面前也是这个就是没有就抬头的这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缘分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是不是的这样。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是不是就是藏族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如果一个家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觉得是这个家人呢，就是全部是像那个屠夫家里一样，就是特别的不光荣，就是所以父母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孩子呢，就是要这个出家，就是这种这个传统呢，就是在某些地方来讲，不是说是全部的，就在个别的层面上来讲是。恰恰这个相反，就是就是藏地的话呢，有了一个出家人，父母呢经常谈论，就是我们的出家人什么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光荣，就是给到处都去宣传，就是他极个别地方的这个人就是自己家里有出家人的话，那就是给谁都不敢说，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自己如果有出家的缘分的话，那当然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这个出家的缘分的话，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希望呢，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就是一定要自己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如果健在的话呢，就是经常也是应该这个就是供养诚实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方面就是讲的功德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这个对诚实父母的话呢，就是其实和这个诚实这个如来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在大集经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实若无父善事父母就是实际上是如果没有父呢，就是我们这个善于诚实父母的话呢，使父母就即是父业，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诚实父母的话呢，就是那跟这个诚实佛陀就是没有什么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呢有些人的这个父母已经这个离开人间的话呢，那么我们平时在开法会你就朝拜圣地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提一提他们的名字就是比如说这个你
参加一个大法会的时候呢，你的父母已经离开世间的话呢，把他们的这个名字写上，然后呢，就是交一点钱，就是交给这个圣宗啊，这也是一种这个孝顺的这种态度。就是一般我们对这个父母双亲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为孩子啊，就造了很多的业，就是现在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地狱恶鬼啊，就是旁生当中，如果我们依靠圣宗的为你来，就是给他进行超度啊、念经啊、回向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也会有这种拜托的这个机会，就是还有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大乘心地啊，就是心地这个观经当中的话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孝养父母呢，就是若人这个功夫啊，就是佛等这个无疑啊，就佛等无疑，就是说的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孝养父母呢，有些人是供养这个佛陀啊，其实他的这个福报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就是以前那个在那个就是《六祖坛经》里面也说是这个恩泽孝养父母，就是其中呢也讲了很多的这种功德，就是所以说我想我们在座的人自己呢应该就是在这个父母面前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就是去做一些诚实的事情。但如果实在不能做事情的话呢，千万都是不要天天的是让他生气啊，就是做一点让他就不高兴的事啊，这样不是很好的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话呢，很快都会离开人间的。那么离开人间之前的话呢，就是你没有就是依靠你的能力呢让他获得快乐的话呢，依靠你的这种威力呢，天天的是让他生气，就是最后有些父母啊是这个脾气不太好，就是就爆炸了，就是气死了，那就你过失也比较大，就是已经这个遭无间罪了，就非常害怕，就是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父母啊，就一定要这个恭敬。如果恭敬的话呢，那刚才也讲了，很多护法神也会帮助你的，很多上师也是很喜欢的啊。这个人应该很好的，他对父母的如是的孝顺，那么就是很多大和尚啊，很多寺院的住持也是对你肯定会这个加持的，就是一定会是赐给洗礼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害怕的。他对父母的如是的恨，就是所以我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他到一天的时候呢，会不会对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上师的不敢接近，就是所以在这里龙王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让我们这个一定要做这样的这种孝顺的这个美德啊，就不断这个下去。现在我始终呢，就是认为是我们的有些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就缺少就是这一点，就是感恩或者是这个孝养，就是孝顺的这个理念。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长大之后啊，大家都好像觉得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呢，就不在乎。就是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说是这个该恭敬的这个父母呢，就是不恭敬，就是扔出门外；然后不需要恭敬的很多宠物呢，就是拉到家里面。就是现在世界人是有时候也。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说的也是对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什么这个娶了妻子，就是然后这个抛弃这个娘啊，就非常可怜的，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一辈子的是自己的所有的这种财力和人力来就是养着你，结果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你也根本就是不肯生，就是以前没来人把它道过里面这方面的教研都比较多吧，就是在我们讲谦信的时候呢也说过，就是所以呢。已经出完家了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虽然父母呢不一定很同意，但是呢，你就内心当中经常做的3个呢，以今世的父母为主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做这个回向。然后呢，就如果父母死完了的话呢，我觉得我的母亲都是现在是77岁嘛，78岁啊，就是她都是前年的是每次都是开发会的时候呢，写她的父母的名字，就是念经，就是就有时候这个传统呢，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值得学习的。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的话呢，有一些有父母就是从来都是不打电话，就是有我认识的几个别人，就是好像1年当中都是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是他们的这个心情是如何，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的。有些父母已经死完了，你遇到很殊胜的一些僧众啊，在这个时候从来都是不提一个他们的名字，就是也不做一点3个回向，这是不孝顺的一种表现。就是以后呢，应该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为主的关心众生，就是还是很重要的。下面就是讲的那个缩护的戒律啊，就是分4个方面来讲。其中第一个缩护之戒，
说乎之节呢，就是他这里就是讲的是那个八关斋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龙门菩萨呢，就是在这里针对这个乐信王啊，就是他呢就是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来讲的。那么在家居士的戒律的话呢，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种戒律和短暂的戒律有两种。他这里呢就是讲的是八关斋戒是以短暂的，也就是说是一日之戒啊，就是一日之戒。那么这个也是作为出持八关斋戒的人呢，讲呢就是还是把这个戒条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呢，八关斋戒到底属什么戒也是不懂。这个戒的话呢，如果按照这个大乘的八关斋戒呢，出家人也是可以这个受持的。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讲的这个有这个8条啊，就是损害道德。于隐性，黄于贪酒废食残，系高广传于歌唱，舞蹈缓慢皆当断，随心罗汉自戒律所举次当八斋戒，此常仅转于天神，当此3男3女人。他这里就是说，这个作为像这个乐信这个国王一样，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是如果长期让这个受持一切戒律呢，就是当然是非常好，三规五戒全部这个受持的话呢，就像我们以前三戒论当中所讲的一样，非常这个重要的。但如果不能这样受持，或者呢，就是有时候啊，在这里这个受持八关斋戒，尤其是比较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受这样的斋戒呢，就是功德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个戒条呢，它这里讲这个损害啊，就是也就是说，一切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一天当中呢，就是不能这个杀害，凡是有生命的这些众生呢，都不能这个杀害的，就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这个道德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不能就是做不逾矩之事。然后呢，就是断除一切不净心。然后呢，就是这个妄语啊，就是妄语，还有这个贪就是喝酒，费事的这种这个过午啊，就是过了这个下午之后就是吃饭的，这是那个前面呢。就是屠刀杀生，这个不尽心说妄语，再加上喝酒啊，就是这是就前面的这几个呢，就是就戒律这个分支，然后呢戒酒呢就是不妨已制，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尽心制的这个3种。那么尽心制的3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下午啊，就是下午这个吃饭呢，就是要禁止。还有呢，就是喜欢就是过这个做高光床，就是还有唱歌跳舞，身上呢。就是做一些这个打扮、装饰、化妆等等，就是这3者呢，就是合为一体。就是这样之后呢，总共有8种这个戒律，这8种行为就是一定要就是断掉。对，断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就是以前的这个像目犍连尊者、舍利尊者等等，就是佛陀就是在世的很多的这些罗汉呢，他们呢就是受这样的别戒头戒，然后呢就是而获得这个这种成就的。那么我们呢？也应该这样这个受持，就是心里面也这样观想，之后呢，就是在三智神面前，就结束这样的这个八关斋戒。如果具足就是这8种这个斋戒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是这样的场景，是这样的这种戒律，他的果报呢，就是将来都可以转生到就是欲界的这个天界当中。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功德非常大的这个八关斋戒的话呢，当时龙门菩萨也是要求这个让国王啊，就是你自己呢，就是也应该好好的护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呢，因缘具足，就是各方面的这种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你给就是有缘的这种3男3女子的话呢，也可以这样传说。因为这个斋戒的话呢，一般来讲是由这个出家人来这个传说，然后呢，就是这种因缘条件不具足的话呢，自相续当中具有这种被戒头戒的这个句式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特殊开示啊，这里面呢也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说他这里呢。一定要就是讲这个就是八关斋戒。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汉地的就是这个居士啊，
就是读这个长期的书，包括在戒，就这样也就比较多的。首先呢，最好是在一个上是哪里就是接触这个这个戒律，然后呢自己在一年当中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日子当中，自己早上就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自己在这个佛像面前可以这个戒束。其实这种这个戒律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在家人呢，长期的是不能守此戒律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长期的要求他们的话呢，可能这个是就是前面的就是在这个三规五矩啊，就也就是说是这个五矩全部数字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尤其是有家庭的人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就是有些呢就是可能需要这个喝酒的，有些呢就是还有很多行为呢就是不方便的，甚至有些呢就是睡这个高光大床的话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我看到很多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买了一个大房子之后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要像犯戒律吧，就是买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床啊，就是这是很多的这种这个传统，就是古代可能不是这样的。那现在的这种很多人就是念书一个保管在家的这种条件的话呢，对很多人来讲是真的这个很困难的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就这些可能自己的是不唱也可以，但是呢经常看电视就是这样。就作为一些城市里面的在家人来讲呢，就是长期的就是受这种戒律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但是一天呢就应该不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很多居士呢今天我守八关在家，把电视关了，有些闭着眼睛因为当天守八关在家嘛，他闭着眼睛。有些呢就在车上也是就开始放音乐吧。我想起来了，我今天是不能放音乐，就今天是我守八关在家。很多人因为平时我们这个相续当中这个约束的戒律就是这种三个字非常的微薄，所以哪怕是守一天的这种戒律，对城市里面的人来讲是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也非常这个希望呢，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得到的很多观点就是这些也是一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还是相续当中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如果长期能守持是当然非常，如果实在就是作为工作特别忙的有些人来讲呢，就是哪怕是在一年当中就是守持这样的这个短暂的戒律的话，这个功德非常大的。我记得以前我翻译过的一些包括在家的功德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非常这个精彩的这种公案，就是有一个公案的是一个叫岳床上师吧，师徒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病人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痛的就是辗转反顺，就是极其难忍。然后当时的上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你这样的这种痛苦的话呢，肯定这个无始以来往昔的这种罪业所干燥，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安忍。后来这个女的呢，就是她说不仅是往昔的这种果报，我今生当中也造的业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她就把她的一些经历就讲出来了。讲了之后的话呢，其实她是一个好像一个商主的这个妻子。后来这个商主呢，就是到尼泊尔就是3年没有回来，因为后来呢，就是他也就是这个没办法，就是应付这个环境的诱惑，就是。后来跟这个另外一个男人这个同居，他原来就是跟商主有一个7岁的这个孩子，结果呢就是跟这个同居之后的话呢，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女的呢，就是把他也这个杀掉了，还有各种原因呢，因为一个出家人也杀掉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就是很可怕的。后来就是他的父亲，就那个7岁的孩子的父亲接近回来的时候呢，他告诉母亲，就是我这个父亲也回来了，你看你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特别生气，就是好像用教一踢，就是最后时候呢，就踢到他肝脏上，就是然后那个他的这个7岁孩子的话呢，就是也死了之后呢。就好忘了一些，然后好像有个那个就是仆女吧，就是仆女的话呢，就是把这些情况都全部就是告诉那个商人了，然后那个商人呢，就是准备把第2天呢，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妻子那个坏女的这个他的这个眼睛呢，就是全部挖掉。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特别害怕，就是当天晚上呢，就是她开始下这个毒药就是把她的这个商主的那个丈夫和她的眷属11个人，还有一个出家人，还有一个什么邻居，全部就是弄死了。就后来呢，就是她自己逃跑，就是然后呢，就她就生病了。但后来因为那个岳庄上师和他们呢，就是对她就是
就传那个报关再戒，就是他说了几次之后的话呢，最后就是就转身到这个印度的一个富贵之家，就是没有就是堕入恶趣当中。所以的确是这个就受这样的这种戒律啊，就是哪怕是这个受1天的戒律啊，就是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平时的话呢，就是尤其是作为这个在家人呢，就是受这个三规五戒，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戒律的约束。如果没有戒律的约束的话呢，就是连这个三趣的，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人生的得不到的，就是来世的真正的这个三趣的这种因呢，就是居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持戒，就是持戒才有这个三趣的这种部分，否则的话呢，就是其他的任何三根也是得不到这样的这个身份。所以呢，就是作为这个现在的有些在家人，人生很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的话呢，自己一定要有一种别解脱戒来这个约束，应该要这个护持清净戒律，这样呢，就是才有这个解脱的希望。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端出这个他的这个为品呢，就是戒律的这个为品，前宁猖狂贪懈怠，贪欲嗔恨增上慢，即中毛问少华，全是二教视如地，就是书持这个清净戒律的这些为品呢，就是讲的13种烦恼。这13种烦恼呢，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经常这个会容易这个出现的，应该就是端出的。首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这个前宁就是自己这个拥有的这些财物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布施给这个众生，就不愿意呢就是上供这个下施就世间所谓的这种这个爱财如命啊，或者说是一毛不拔，就什么样的这个舍不得，供养也不舍不得，布施也舍不得，自己连这个吃穿的都舍不得，就是全部都就是就一直这个就紧紧的抓着，就是最后死的时候的话，那就是那全部都放在这个世间就非常的这种这个可怜，就是这个烦恼呢，其实修习菩提道的是大的这种违缘。因此呢就是自己拥有这种财富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就把这个财富就是做一点有意义的这个事情。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确实是这个跟古代人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有一些是这个财富非常多，但是呢，就自己一直呢就是保护着，最后死的时候呢就不得不留在这个人间，最后呢就是不是他自己享用的，就是亲朋好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原地这个享用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要端出这样的这个宁舍之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这个贪就是这个贪的这种烦恼。这种烦恼呢，就是其实居士论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自己这个拥有的这些过失呢，就是全部隐藏起来，就是外面呢就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觉得自己是很清净的，就隐藏自己的这种过失，就这叫做是这个贪就是也就是说是不真实的以前那个《法华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我们呢就是自敬高然后谄取呢就是心不实，就是谄取心不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呢就是不实在，就是自己呢拥有的这个过失，按理来讲呢，在诸佛菩萨面前或者说僧者道友面前呢，可以这个发露忏悔的，但是不愿意就是露出来，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忏。然后这个况呢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本来自己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功德，但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自己说就是我有如何的这个功德就是我什么见到了什么本尊就是然后这个我就做梦，就是梦中呢就是有得到了什么，就在经常在别人面前说一些这个妄语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况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虚伪的这种行为，就是这是烦恼。也要这个端出的。然后他这里的这个贪呢，在有关建议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对这个就是事物的这种贪执，对外境的这种贪执，对财物的贪执，也要这个端出。因为以前瑜伽师地论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诸烦恼当中贪为最深，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当中，其实贪心是最可怕的。
就我们相续当中呢，大多数的欲界众生呢讲就是贪心就是舍不掉的。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如果把贪心割得掉的话呢，可能就是像这个出家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叫做是这个贪心。然后呢，就是第五个就是叫这个懈怠，就是懈怠就是仅仅的这个未辟呢，就是平时的是处于一种这个睡眠或者是这个。好像在那个瑜伽师地论当中说是这个睡眠养而为乐，主以汤卷主也汤卷，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躺着平时这个就一直这个靠着就这个觉得是一种快乐，就是然后也不看书，也不背书，也不精进，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吃饱了以后呢，就是一直躺着睡觉，就是这就是这个懈怠，就是其实他呢就是把注意的真正的非常可贵的这种时光呢，就是全部已经汤卷了，就是非常。这个可惜了，不能处于浑浑噩噩当中，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在家人、出家人呢，每天都是应该稍微休息一下，就这是我们欲界众生来讲是有必要的。然后呢，就是稍微休息之后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躺着。有些人呢，就真是可能烦恼现前吧，就是睡一天的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让。就一直就这样，这种难度的状态当中，就是这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自己该干的、该做的，有些对众生和佛法有利的事情应该要做。有时候我们的就看见一些精进的人呢，就看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自己都是不愿意，就懈怠了。就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呢，表面上看他很这个能干的，但实际上呢，就是特别这个懈怠，就是跟这个猪八戒没有什么差别。猪八戒是不是猪八怪在即见啊？下午他吃饭吗？八戒就是，贪欲就是下面第六个呢，就是讲贪欲，就是这个贪欲呢，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贪念就是要断除对人的贪念。然后呢，就是嗔恨就是嗔恨的话呢，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就是也是就是非常可怕的。《华严经》里面说，一念这个嗔心起，100万障门开，就是所以一切烦恼的话呢，就是依靠嗔恨而这个出现的，摧毁所有的善根。还有这第8个呢，就是叫这个增上慢。增上慢呢，自相续当中是本来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功的，然后自己呢就是在觉得是这个有功的，然后在别人面前呢就显露，就是从这个身体上也好，语言上也好，就开始这个出现就这叫做是这个傲慢。然后这8种这个烦恼上面呢，就是再加上就是5种这个骄傲就5种骄傲。5种骄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中心，还有这个相貌。然后这个光文和这个少化，就是这还有诠释首先是这个中心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些呢，就是前面也是在入心论当中已经讲过，但这里稍微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吧。就是自己呢，就是认为是这个高贵中心在就是以前在印度的话呢，我是国王中心的、婆罗门中心的，然后就是如何就是了不起，就是自己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傲慢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傲慢与这个骄傲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傲慢呢，就是在身语当中这个出现就是表情，而那个骄傲的话呢，就是他心里面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得到，就是有些这个什么富贵家的这个孩子就这些的话，自己始终都觉得是我是这个贵族之家的，我是领导家里的子女自己有一种这个骄傲，就是这叫做是就是第一个这个骄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貌端严我长得非常漂亮就是然后在人当中的话呢，就是自己认为自己跟这个天子天女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稍微这个相貌端严的人就一直有这样，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烦恼就一直一种烦恼。然后呢，就是讲的这个光文者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稍微也听过一点法或者实践的有些知识就是丰富的话，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这是光文多学的这种骄傲。还有这个自己少年轻我很年轻的，那些老态龙钟的人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我是20-30岁，我在这个时间当中，我是青春美满，就一切都是非常的如何。就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千万不要蔑视一些老菩萨，就是老菩萨是很了不起的，经验丰富，
然后还有权势，就是在这个自己地位上啊，就是这个自己有一些高官地位的话，那就是也认为是很了不起。现在实际上人这样的，如果一个局长的话，那副局长的话，那局长没有来之前他很了不起的，就是在傲慢，然后来了局长的时候呢，就是头开始低下来了，然后局长上面的另外一个副县长来了的话，那就是然后局长的头呢就是又开始埋下来了，然后副县长上面是正县长来了的时候呢，表情就完全不相同，所以每个领导的我有时候看起来很可笑的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不要有这个骄傲，就是其实我们实际上的地位也好，这个相貌也好，中性也好，很多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在六道轮回的漫长日子当中呢，有时候现在特别低劣的这些人呐，也是当过这个国王啊，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相貌端严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的话呢，以前也是当过很多粗鲁的人、卑微的人，以后也会，你如果这样这个傲慢的话呢，也会在这个变成特别卑贱的人。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自己真的是就像如来要尊者所讲的那样，不管是你的财富也好，中心智慧那方面，实际上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的功德呢，不应该升起任何的这种傲慢心。希望呢，有智慧的人也好，相貌端严的也好，凡是这个在实践当中呢，觉得是自己有点了不起的话呢，其实这不是什么这个了不起，真的在人间就是没有人比得上你的话呢，天人更得上比得上你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应该有一种谦卑高僧大德的这种心态，很谦虚的。自己呢，就是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呢，就长得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身体也没有什么病，看到很多老弱病残的时候呢，自己可能会升起傲慢心。但是这种人呢，就是再过几年，就是再过几十年之后的话呢，也照样的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这种人呐，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以前从人类历史上也好，从我们的人生经历身边呢，也发现很多的这种人的这种衰老无常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情况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经常想到这个无常，自己稍微有一点如幻化一样的，如这个碎泡一样的这种钱财啊、相貌啊，就是青春啊，在这个时候呢，依靠拥有它来，就是尽量的这个去利益众生，这就是我们的最根本的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除此之外，自相续当中的所升起的，在这里面所讲的13种烦恼呢，我们也尽心尽力的去断掉。就如果你完全不能断掉的话，要知道过失的时候呢，才就是逐渐会消失的。就是这些烦恼呢，因为它是无为就有为法，有为法的本来面目认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会销声匿迹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常依靠三世诸佛和传承上师的这种加持，经常祈祷把这个法呢，就是融入于自己的心。法没有融入心的话呢，什么烦恼都是没办法对着的。如果法融入心的话呢，表面上你的行为不如法，但实际上呢，你的境界呢，始终都是处于一种佛法的这种理念当中。就是诸佛菩萨呢，也会加持着你；这白法护法神呢，也经常加持；传承上师呢，也经常呢，是安慰着你。在这样的这种气氛下呢，你的修行呢，也会33种。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bhaganya tonani de jana basi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han kare badna asadardha Bandhan kare badna asadardha Bandhan kare badna asadardha